史上压迫感最强的高达机动战士高达系机甲装备设定解说。机体型号 ZGMFX13A 神翼高达是扎夫特在第2次亚金杜维战役期间投入使用的新型机动战士高达。该型机体延续了自由高达的基本设计，采用核能作为动力，并配备有多重目标锁定系统、PS 装甲和 NJC 反中子干扰设备，所以在定位上也是要成为决战兵器的。这就要求了设计上各方面性能要立足于打赢这一场战争，所以在基本配置上和前面几架核动力高达一致，而主要的区别就体现在武装系统上。神翼高达装备了多组分离式光束炮模块，每个光束炮自带推进器，可以脱离机体进行机动，可在一定范围内对敌展开攻击。战斗模式与莫比乌斯零式的线空炮相同，其控制系统均对驾驶员的空间感知能力要求很高，所以当时扎夫特军中能够驾驭这套武装的最佳人选便是老鲁克鲁泽。克鲁泽是木父亲的克隆体，自然具备与木一样高水平的空间感知能力，天赋极高，加上从小就受到木父亲艾尔达弗拉达极其严格的封闭式教育，使得自身综合能力十分优异。后来加入到扎夫特军中服役，很快大放异彩，屡立战功。在第1次战争初期的月球战役安迪米翁战斗中，一度创造了连续击破地球联合多达几十架 MA 的记录。这场战役结束以后，很快就晋升白衣高阶军官，并开始拥有属于自己的部队和专属战舰。同时这场战役克鲁泽与木进行了初次交手，双方水平表现不相上下，没有分出胜负，直到地球联合启动独眼巨人系统自毁基地，最终迫使双方不得不停止战斗，就此撤出战场。之后当战争推进到第2次亚金杜维战役阶段，扎夫特新研制的高达就交付给了克鲁泽使用。很快克鲁泽就展示出了新型基隆骑兵系统的强大战斗力，由龙骑兵系统控制的光束炮可以不停地变换方位对敌展开攻击，无论是控制范围还是攻击距离，采用无线遥控的龙骑兵系统远比木驾驶的莫比乌斯零式要优秀很多。在中子干扰器的影响下，传统依靠电磁波进行无线遥控的手段将不再发挥作用，而龙骑兵系统使用幻象粒子作为媒介，采用量子通信机制，则可以避免受到中子干扰器的影响，而且操控的精准程度要远高于传统遥控方式，这样机体就可以拉开对手的攻击距离进行作战。然而神翼高达一开始并不是使用龙骑兵系统的作战机型，但自从进攻阿拉斯加约修亚基地受挫后，地球联合已经开始集结宇宙军的兵力，准备进攻扎夫特大本营。同时自由和正义两型高达还接连丢失，落入克莱因派势力手中。在这个背景下，调整了第5架核动力高达的设计方案，将武装变更为刚研制完成的龙骑兵系统。龙骑兵系统最早在勇士高达上装备使用，刚开始还不成熟，还留着缆线连接防止丢失。现在龙骑兵系统已经完成开发，可以投入实战，为克鲁泽驾驶神翼高达铺平了道路。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原先神翼高达属于重甲机体，导致没有足够的内部空间来容纳龙骑兵系统的缆线，不得不暴露在机体外边。当然缆线有包裹一层 PS 装甲，防止被击中影响龙骑兵系统运转。然后由龙骑兵系统控制的光束炮模块共有11个，大型圆锥状的光束炮模块设有3座，每个模块共有9个光束输出口。小型光束炮模块设有8座，每个模块共有2个光束输出口，一次齐发可直接输出高密度的光束攻击，火力足以跟2个机动战士机队相当，一旦被锁定攻击将从多个角度进行展开，令对手十分难防。由于龙骑兵系统光束炮模块体型较小，速度极快，很难抓住机会直接击破进行反制，而且神翼高达配备有多重目标锁定火控系统，可以在较远的距离外就能使用龙骑兵系统进行攻击，隐蔽性高，突防能力极强。3件同盟一度被神翼高达的一次突袭导致自身损伤惨重。然后右手携带了一把高攻击力的 MAM221 审判式光束步枪，该枪从勇士高达使用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其攻击威力要比自由和正义高达使用的天狼座光束步枪要高出不少。而左手装备的是 MAMV05A 复合冰装防盾系统，这部分覆盖了整个手腕，直接接上了综合防盾系统使用。本身除去能作为盾牌用于防御之外，前端突出的部分可输出光束刃用于近战，而且输出的光束刃很长，可以一下子对大型目标造成伤害。而在光束刃的输出口两端还有2门光束炮来加强火力输出，
与右手携带的步枪一起攻击，能给予对手很大压力。剩下的武装在头部和肩膀位置共设了4门76毫米口径啄木鸟近防击炮，该武装的作用是近距离范围内输出弹幕，以此来对敌形成牵制或者防御来袭的导弹，包括对于想要近身作战的机动战士，也能起到一定的压制作用。虽然这样看上去，神翼高达属于是善于进行中远距离作战的机型，但实际上神翼高达一开始的定位是重型近战机型。由于此时的龙骑兵系统还不够完善，自身体型庞大且笨重，影响到了机体的机动能力，所以如果展开接近战，对神翼高达并不是很有利，因而需要龙骑兵系统不断压制对方，拉开距离，时刻防止对手突袭到自己跟前。也正因为如此，基拉在最后时刻驾驶自由高达，不断拉近与神翼高达的交战距离，通过近身来寻求突破。但克鲁泽毕竟属于战神级别的水平，始终没有留出多少空隙让基拉得手，直到基拉豁出了性命，才得以冲到克鲁泽跟前，这才成功一举击破神翼高达，最后被创世纪发出的最后一击彻底击毁。第2次亚金杜维战役也便到此结束。当时间进入到 C173 年，有一个神秘组织悄然成立，没多久就在神翼高达的基础上开发了一款新型机，这个新型机便是型号为 LNZG-MFX13A 吹雪神翼高达，其登场作品为机动战士高达 Seed vs Astray 漫画。从机体外形上看，整体上变化比较大，但基本上还是很容易辨别出神翼高达的特征。由于神翼高达属于临时改动赶工出来的机体，存在诸多不合理的设计，影响了战斗力的发挥，所以吹雪神翼高达在制造时进行了很多改进，除去机体外观颜色变成了白色之外，还对机体的武装布局进行了梳理。较显眼的地方是将龙骑兵系统分别布置在了左右2个肩膀位置，右肩的龙骑兵系统模块看似跟雪花有些相似，便将其取名为吹雪神翼高达。同时将原来2个圆锥状的光束炮模块挪到了腰间的位置，并且修改了与机体的连接结构，可以调整炮口朝向进行设计，与自由高达腰间轨道炮的设置有些类似。而原来腰间的小型龙骑兵系统光束炮模块，其中4个挪到了左肩的位置上，前后一共有11座龙骑兵系统模块，然后右手携带的枪支挪到了后背上，不再选择手持使用。有意思的是，还引入了强袭的背包系统，追加了一个背包模块，与光束步枪和原神翼高达的肩甲组合了起来，而且这个背包属于龙骑兵系统控制，就意味着吹雪神翼高达共有12座龙骑兵系统模块，可以脱离机体与其他龙骑兵系统模块一同出击，不出击时可以直接在后背展开攻击，无需再通过手持进行操作攻击使用。而左手的防盾系统则挪到了左肩上，相关的攻击能力同样没有变化，属于龙骑兵系统以外的副武装。当要开始进行接近战的时候，就会装在左手上伸出光束剑使用。不过吹雪神翼高达并没有处理好接近战的问题，在漫画机动战士高达 Seed Destiny Astray B 中，吹雪神翼高达在一场演习里始终被对手漆黑一端高达突袭较近的距离，让龙骑兵系统难以展开进行攻击，使得自身的优势无法得到发挥。当左手装上防盾系统开始近战时，结果反而放大了自己的劣势。然后头部监视器更换了新的量子通信天线，使得龙骑兵系统的控制精度和距离得到了有效提升。后来装备使用后发现，头部76毫米火神炮进行射击时会干扰到天线，为了减少对天线的干扰，头部的火神炮不再装弹使用，由肩膀的2门火神炮来承担近防火力任务。虽然有考虑要拆掉这2门炮，但最终没有落实执行。特别一提的是，图书馆管员组织在制造吹雪神翼高达时，对机体骨架和关节部位进行了加强改造，尤其是吹雪神翼高达的装备较多，在重力环境下对腿部和脚部的压力很大。原来的神翼高达同样也有这个问题，不仅机体站不稳，腿部也不具备行进的能力，所以进入重力环境时需要靠推进器一直维持悬停的状态，这样看起来神翼高达的腿部部件成了装饰，没有什么作用。现在吹雪神翼高达经过改造以后，腿部和脚部均发生了变化，与神翼高达有了明显的区别，倒是胸口露出的缆线没做出修改，还是原来的模样。剩余的配置核动力装置、NGC 反中子干扰设备和 PS 装甲均有装备，机动性能也得到了提升，整体上要略优于神翼高达。
但是驾驶门槛仍比较高，需要拥有空间感知能力比较高的人才能够发挥吹雪神翼高达的战斗力，而此类人员十分稀缺且不能通过训练达到，于是使用了一种名为影印人的克隆技术，复制了一批水平高超的驾驶员，而这个影印人就是普雷亚雷腓利。之前在 X Astray 漫画中登场驾驶勇士高达，后来因为自身克隆体的寿命期限已到，不再驾驶勇士高达，并将勇士高达转让给了卡纳德使用。这之后过了几年时间，被神秘组织图书馆馆员以影印人的方式复活。这个影印人技术除了复制身体和能力之外，包括记忆之类的信息也得到了继承，但存在比较明显的缺陷，那就是影印人成长速度特别快，导致影印人的生命周期进一步缩短，所以普雷亚影印人要比之前显得更加成熟。值得一提的是，现在的普雷亚全权掌管图书馆馆员组织，该组织最早来源于情报组织氏族，其首领马蒂斯与马蒂亚斯同归于尽后，氏族组织也就随之一起瓦解，而遗留下来的情报信息资源则被图书馆馆员继承，这些信息就包括了机动战士和驾驶员的遗传数据。于是图书馆馆员组织利用这些数据信息，在一个小行星上利用影印人技术开始进行复制，并且相应制造了多架机动战士提供给影印人使用，没多久就积累了相当多的数量，逐渐成为了难以忽视的一股武装力量。尽管图书馆馆员组织没有明确要统治世界，但是掌握着强大武装力量的图书馆馆员组织已经对世界构成了威胁。为此，普雷亚担心会发生变故，一直反对组织进行生产影印人的计划。虽然自己作为最高司书官掌管着图书馆馆员组织，但并不能直接阻止组织的计划进行。于是普雷亚策划了多场袭击事件，打算利用外部的力量阻止影印人的生产计划。而在这些袭击的目标里，就包括了回收屋的罗球尔和巨蛇之尾的丛云河。而得知影印人普雷亚存在的卡纳德也参与到了对图书馆馆员的战斗。就这样，经过多场与影印人的战斗后，罗球尔等人来到了图书馆馆员所在的小行星基地。马上，影印人普雷亚便驾驶吹雪神翼高达出击迎战。尽管吹雪神翼高达的龙骑兵系统依然强大，使这场战斗进行得十分的激烈，但是普雷亚并没有打算将战斗进行到底，最终在战斗中落败。吹雪神翼高达的龙骑兵系统在被摧毁后便失去了战斗力，然后在罗球尔的劝解下，影印人普雷亚选择了投降，交出图书馆馆员组织。于是图书馆馆员组织的基地被彻底摧毁，而组织里剩余的影印人在回收屋罗球尔的帮助下，就这样跟随影印人普雷亚前往了火星。于是围绕图书馆馆员组织产生的一系列事件便到此画下了句号。然而，这个极具攻击特色的龙骑兵系统，在第二次亚金杜维战役结束后，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当第二次 Plant 与地球联合的战争爆发了以后，搭载经过改进的龙骑兵系统的新型高达，又再一次出现在了基拉的面前。曾经被支配的某种压迫感瞬间扑面而来，